很多人一听到 "Ineluctable trust" 不可撤销信托，第一反应就是，既然叫做不可撤销，那是不是一旦设立就永远不能改、不能撤、不能拿回来了呢？答案是，在纽约州，不可撤销信托通常不能由设立人单方面撤销，但是在特定的条件下，仍然可能被撤销、修改，或者是通过其他法律工具调整。换句话说，不可撤销不是绝对不能动，而是不能随便动。纽约州的基本规则默认不可撤销。根据纽约州 Estates Powers Trust Law Act 生前信托 Lifetime Trust 原则上是不可撤销的，除非信托文件明确写明它是可撤销的。也就是说，在纽约州，如果信托文件没有清楚保留撤销权，法律默认它是不可撤销信托。这也是为什么很多人在设立信托的时候，文件 wording 非常重要。信托到底是 revocable 还是 irrevocable？不能只看标题，更要看信托条款有没有保留设立人撤销、修改、取回资产的权利。不可撤销信托可以撤销吗？答案是可以的，但是通常需要全员同意。纽约州的规定，在所有对信托有受益利益的人 all persons beneficially interested 以书面形式同意，并且该合同按照类似不动产转让文件的要求进行确认或证明后，信托设立人可以通过书面文件撤销或修改信托的全部或部分的内容。这句话听起来法律的味道很重，简单说就是，如果设立人还在世，并且所有相关受益人都同意，纽约州法律允许不可撤销信托被撤销或修改。但是现实当中，难点往往在所有受益人都同意，信托里可能有当前受益人、剩余受益人、未来受益人、未成年受益人，甚至某些利益还没有完全确定。只要有一个必要同意的人不同意，或者某个受益人因为年龄、能力、身份不确定，而无法有效签署同意，撤销就会变得复杂。此外，如果当初设立信托的文件曾经在纽约州某个 county 的 clerk 或 register 办公室登记，那么撤销或修改文件以及相关同意文件也需要在同一办公室登记。撤销、修改 decanting 不是一回事。很多家庭问能不能撤销不可撤销信托呢？其实真正想问的可能不是全部取消信托，而是以下几种情况：第一，想把资产拿回设立人名下，这属于真正意义上的撤销，难度通常最高，因为它可能影响受益人的利益、税务安排、Medicaid 规划、债权人保护等等。第二，想换 trustee， 这不一定需要撤销整个信托，有些信托文件本身就写了更换 trustee 的机制，如果没有，也可能需要通过修改、受益人同意或法院程序解决。第三，想改分配条款，例如原来某位受益人的分配方式不合适，或者家庭关系
税务环境、资产结构发生变化，这可能涉及信托修改，而不一定是撤销。第四，想把旧信托倒入新信托。纽约州有 decanting， 俗称倒灌机制。根据纽约州的规定，符合条件的 trustee 可以将原信托的部分或全部本金 appoint 到新的 appointed trust 中。如果 trustee 有无限裁量权，规则较宽；如果只有有限的裁量权，新信托通常必须保留相同的当前受益人及剩余受益人的结构。但是 decanting 不是设立人后悔了，把信托撤掉，它更像是 trustee 在法律允许范围内，把旧信托结构调整到一个新的信托里面。纽约州法律也明确要求 trustee 在行使该权利时承担 fiduciary duty， 并且要考虑受益人的意图和税务影响。信托文件本身也可能保留调整空间。有些不可撤销信托虽然不能由设立人单方面撤销，但是文件里面可能写有某些灵活机制，比如 trust protector 的权利、更换 trustee 的程序、修改行政条款的权限、特殊委任权、税务调整条款、受益人同意机制、trustee 的 decanting 权限。所以，判断一个纽约州不可撤销信托到底能不能撤销，第一步永远不是凭感觉，而是要看 trust agreement 本身怎么写。法院能不能终止不可撤销信托？在某些情况下，可以通过法院程序寻求终止。例如，纽约州规定允许 trustee 或 beneficiary 向有管辖权的 surrogate court 申请终止某些管理成本不经济的信托。法院会考虑继续维持信托是否经济上不可行，信托文件是否禁止提前终止。提前终止是否违背信托目的，以及是否符合受托人的最佳利益。这类法院终止不是想撤就撤，而是要满足法定条件，并由法律判断是否合适。为什么不能轻易撤销？不可撤销信托常用于遗产规划、资产保护、Medicaid planning、税务规划或者家族资产传承。它之所以能产生某些法律效果，往往正是因为设立人已经放弃了对资产的直接控制。如果后来轻易撤销，可能带来一系列后果：资产重新回到设立人名下，影响债权人保护，可能影响 Medicaid 规划，可能触发税务后果，也可能引发受益人之间的争议。所以在纽约州处理不可撤销信托的时候，重点不是简单的问能不能撤销，而是要问撤销的目的是什么，有没有更低的成本、更低风险的替代方案。有时候修改 trustee、调整行政条款、做 decanting、申请法院批准，可能比彻底撤销更现实。
在纽约州，不可撤销信托一般不能由设立人单方面撤销，但是如果设立人仍在世，并且所有必要受益人有效书面同意，纽约州规定提供了撤销或修改的路径。除此之外，信托文件本身的保留权利 （trustee decanting） 法院终止程序也可能提供调整空间。真正关键的是，先读信托文件，再识别所有受益人和相关利益，最后评估撤销、修改 （decanting）、倒灌或法院申请哪一种路径最合适。本视频仅为纽约州信托法律的一般性普法介绍，不构成法律意见。非常感谢您观看我本期的视频，欢迎点赞和订阅。